是魏子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种非常新的调亮技巧，叫做挑拣。想要知道这个技术的重点在哪里吗？那我们就开始喽。所谓的挑拣呢，基本上简单的说，就是透过剪刀的头段，我们挑出我们需要裁掉的发量，然后进行做切割。那这个简单的说就叫做挑拣了。那首先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呢，就是因为挑拣是滑剪跟打洞的综合体，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需要去除的量跟以及位置。OK， 首先第一个我们挑出来之后呢，拿起来的这些头发就是你需要去除的量。那拿起来的量呢的粗细度会决定你希望发束感比较明显，还是不要发束感这么明显。那如果你希望发束感明显，你挑的粗细度就可以比较宽一点点。所以第一个的重点就是你希望挑起来的发束的宽跟窄，会决定你的发束感的多跟少。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切割线的位置。切割线的位置我们可以分成发根、发中跟发尾。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在发中段的位置，尤其不要在发根段的位置。很多人会一滑下去，为什么一戳整个站起来？就是因为你的第一个下刀下得太发根了，尤其是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发根的位置有没有所谓的发旋跟发流的问题。第三个就非常重要了，就是你的切割线。如果你是一个水平的发片拿出来，前短后长的话，你就会让你的动感层次往后跑动的一个效果。但如果说你的滑剪的动作是后短前长，那基本上它的切割线就会向前的。OK， 除了前短后长跟后短前长之外呢，你也可以将发束挑出来之后呢，剪出一个下短上长的一个效果。那这样它就可以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效果。当然你也可以挑出来之后呢，变成是一个上短下长的效果。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比较服帖的一个效果。所以呢，综合了三个：第一个粗细，第二个位置，第三个斜度。如果你能够掌控以上的3点，我相信你对于挑拣的理解就会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实际的操作给大家看。那我们就开始喽。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环节。那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先讲垂直的调亮。那垂直的调亮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头发产生出不管你今天要收贴还是要饱满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垂直分区分出来了。之前有讲过，第一个口诀就是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宽窄。那假设我现在是一个指幅的宽度，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周围这个地方不要调，因为这边调了你之后会有很多在周围一些短的头发不好看，一个指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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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面也不要拿，所以就会变像这样子 ，OK。然后呢，这4束拿到了之后呢，假设现在我要是表面比较长，里面比较短，哦，切口是斜的哦，好咯，来。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一样，再下一层，里面短，外面长的手法。好，一样，周围的我没有拿，一样一个指幅的宽度，拿出来，再梳一次。那各位会发现到，就是当我这样剪完的时候，它会有发束感，它会有发束感，然后而且是松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分一个垂直分区，我们3个口诀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决定粗细，刚刚是一个指幅。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切口跟位置。那我们刚刚的位置都在发中段开始，所以我们就避开了发根跟发尾。OK， 发尾我们在调没有太大意义，最主要就是中间这一段我们会去做一些空间感。那再来就是切口了，那我们一样把头发梳起来。那这一个呢，我们就一样周围的不要拿到，周围的不要拿到。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比较细一点点，大概半个指幅左右。OK， 我拿起来，所以它就比较密喽。来，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它就会比较密了。比较密之后呢，表面的头发不要动到，一样的意思。好，一样来喽。OK， 一样，我们的切口就是上短下长。OK， 好，继续下一层。是不是很简单？就是如果说你对于滑剪这件事是有困难的，就是你觉得啊怎么滑都一大撮，你就可以用这个做法，上下不要 ，OK， 上下都不要。拿起来之后呢，我们这一次的感觉就是比较密一点点，不要这么宽 ，OK， 比较密一点点。发束感就没那么强烈了，但是一样可以从这边中间段
一样，我们多几个法术给大家看一下。底部不要，表面也不要，梳一下，然后一样从中段比较细一点点，半个指幅而已。拿着，大家要记得一定要把它分开来，不然你会混到。梳一下。OK， 大家应该感觉到，当我在拨动这边的时候，它就比较平一点点，比较没有像这边的感觉，有没有？这边就比较松，很明显，它就会浮起来，比较松的感觉，因为这个叫做调亮低层次，就会有那种空间感会慢慢跑出来。OK， 就会浮起来的感觉。如果你喜欢这种浮起来的感觉，那你可以看这边，这边怎么拨，它都是贴的，因为我们把上面的重量拿掉，它就会是比较贴的感觉，它的动感会在下摆这个地方产生，所以它是两边截然不同的感觉。哦，如果你要蓬，你就用调亮低层次；如果你要收，你就用调亮高层次，它就比较收上去。那我们等一下就透过另外一个方向讲水平的维度咯。结束了刚刚垂直之后，我们现在来微斜线，就是比较偏水平的，因为太水平我们也不好操作。那一样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头段就是接近我们的发际边缘的不要，然后我们一样这边我们拿出来的发束就比较粗的感觉，我们一样，各位应该有看到粗的，拿起来之后，可以先把它分离，很明显先把它分离。分离完之后呢，我们这边是要剪出一个前短后长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一样用我们的滑剪刀从发中段，好，我们开始喽。发中段，短到长，我们就要在里面创造出一些比较短的头发，然后是有发束的短的头发，慢慢的呈现。那我们第二层。那这边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表面头发真的不要滑到，不然的话会产生出一些短的会岔出来的。OK， 然后接下来就是挑了，4束 ，OK， 拿到从发中，那最后一层。OK， 现在一样有4到5束头发，我们一样从这边滑，短到长，前短，后长 ，OK。所以你刚刚会发现到，它就会有一些动感是向后跑动的，因为前面的层次会比较多，后面的层次会比较少。当我们这个头发往后拨动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是顺的。这就是我们在调亮的时候调出一些方向感的效果出来。虽然我们的这个层次是后短前长的，但是因为调亮的时候，我们让前面的层次多过于后面的层次，所以头发在摆动的时候，它往后摆动是 OK 的，因为前面会有一些短到长、短到长、短到长这样跑过来。OK， 我们来换个方向咯。我们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把头发拿出来，一样用挑的。那我们这边就比较细一点点，跟我们刚刚在剪这一边一样，整理好，拿着。我们就站到这个地方，非常简单，这样，短到长，对，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短到长，但是梳起来之后它就不见了，因为它就会融合在一起嘛，就会比较简单。拿住，各位可以看一下，当我们往下切的时候，这个头发就会往后摆动。但如果你要往前摆动，就一样，我们就是用往前摆动就可以了，对吧？这个明明是一个层次向前的头发，但现在头发往后拨是顺的，拨是顺的 ，OK。
OK， 各位会看到就是挑剪的方法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且并且都是用调亮低层次，然后它的位置是 OK 的时候，你看它表面其实不会有什么岔出来的头发。所以前一阵子有网友私讯说，老师，我这个剪完表面都会岔出来，那就是位置的关系。就像我说的，你把表面跟周围的头发挑掉，不要挑，然后你的切口先想清楚，下刀的位置也想清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各位应该会发现到，现在这个线条感就很明确了，而且不会毛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束一束一束的，你的宽度、粗细到你挑的切口方向跟位置，如果是 OK 的，基本上就是像这样的。OK， 我们等一下造型之后给大家看一下。OK， 我们现在抹的是油，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尤其是这种挑剪，你一旦抹了油之后，线条感就超级明显，因为你做的是法术或者是很细致的线条，基本上它都可以帮助你在这个调完的量上面的这种表现的这种线条感。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滑剪，有的时候你滑太多，它的毛躁它就不会有法术感了。再加上我们刚刚是前短后长、上长下短，表面都没什么层次，都在里面。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那大家记得在挑剪的时候一定要切记3个原则：法术、位置跟切口的斜度。这3个重点，如果你能够掌控好，我相信你对于挑剪这个技术就会得心应手，好不好？那我们就换个场景去做收尾咯。好的，我相信大家刚刚看完实际操作之后，对于这个技巧的理解又更深一步了。那我们今天呢拿的这把剪刀呢是 Matte 系列。那 Matte 跟之前 Roca 最大不同的点在于说 ，Matte 它是一个全切割的剪刀，所以像我们今天用挑剪，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要保留还是要去除，因为我们挑起来的头发都是要去除的，所以你就可以用 Matte 系列去做切割，不管是湿的还是干的都可以使用。那 Matte 这个系列呢，基本上它是一个雾面的，所以基本上它非常的迷人，然后符合人体工学，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使用这种大规模挑剪的时候使用的一把剪刀，因为它的长度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就算是稍微长一点的长发，我觉得用 Matte 系列也相对来说比较合适。那当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干爹 Green Mouse 公司对于我们本频道的赞助，所以呢，我们一样帮大家谋了福利，就是下面的购买链接，输入我专属的折扣码 Science Cut Lab 专属折扣码，一样享有9折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有任何挑剪上面的问题呢，你就下面留言告诉我，或者是你想要学什么样的技巧，想要学什么样看什么样的发型，都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或者是剪刀上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下面留言。这里是科学剪发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